清迈的天花板越来越低了啊！并列排名第3的餐厅或者咖啡店，我觉着得有1万多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好的标准就是去了、打卡了、拍照了、发社交媒体了。至于这个食物到底好吃不好吃，咖啡到底好喝不好喝，好像变得并没有那么重要了。萨瓦迪卡，捧次格拉卡，印地替代如在卡。大家好，我是不会英文，刚学了几句泰语的南城华先生。因为这个视频，我也在构思了很久，如何来阐述这个视频。我怕说的不好，因为我刚听完一个李诞老师的一个播客，我也借鉴了一些思路。反正就是经常你会发现有一些就是发了很多这种社交媒体的这个图文也好，视频也好，打扮得非常漂亮，光鲜亮丽。吹得花里胡哨啊，说了一些就是那种词啊，什么梦中啊，什么重启呀，等等等等等等，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话。然后推荐了一些地方，也不是说这些地方一定就不好，但是它能不能到达这个天花板这个级别，我觉得我个人保留意见啊。关键原因在于哪儿呢？我非常理解大家出来做攻略。因为我以前其实旅游的时候，我也经常做攻略，我做的攻略能当 PPT。每天都按照那个攻略上面写的，大概几点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大概用多长时间，这些我都算明白了。其实我做的攻略非常非常细啊，然后走到哪儿，吃什么喝什么，我全都安排好了。但是后来直到我来了一个地方，对，没错，就是我现在这个地方，清迈。来了清迈之后呢，我就再也没做过攻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好，我不想做任何的攻略。也不是说做攻略不好，我非常理解大家是在哪个点呢？就是因为您出来旅游可能就10天8天，甚至比这时间更短。第一次来清迈的时候，只给清迈留了2天，因为那是第一次来泰国。比如普吉我待了7天，曼谷待了3天，然后又来了清迈待了2天。这是第一次来清迈的时候，所以当时很赶。但是普吉和在曼谷都没有给我的那种松弛感，在清迈突然间就有了，就那一刻我就喜欢上这个地儿了。所以我决定在清迈呢不再做任何攻略了。但是看到很多朋友啊，包括身边的小伙伴，经常就是看社交媒体上发一个这儿挺好的天花板就去了，高高兴兴的去了。然后就可以说丧着脸，或者说是不太高兴的就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踩了一个大坑，没有说那么好吃。然后呢，甚至还有人说了很多一些什么话，类似什么样的话呢？我给你形容一下啊，就是说他们自己说我对食物的包容性非常强，但是到那儿我吃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真是就反胃的感觉，就是差距太大了。所以这就是可能社交媒体上这种天花板太低了导致的。有可能它的天花板跟您的脚底板差不多高，所以就刚才说那个，就是套用李诞老师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咱们从小接受的反邪教教育非常多，别那么容易相信，是吧？所以我也决定呢，在今后呢，我会记录自己以及分享自己在清迈的这些吃喝玩乐。我的目的在哪儿呢？第一，如果有朋友让我推荐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推荐啊，就我推荐的这个东西一定是不会踩坑的，不会说是你高高兴兴去然后失望而归。我推荐这东西，比如说就是我会说它性价比很高啊，价格呢不贵，但是吃起来味道也不错。但你说它有多好吃呢？也并不会，我不会那种细腻啊，就是比较丰富的那种语言的形容，我只能用一些普通的，主要是文化水平低啊，我只会用普通的这种语言，让您能听得懂的。我会想把更真实的体验和感受记录下来，这可能是我想做的东西。所以说呢，我最近呢准备做一期视频，这期视频呢叫打抛饭。我准备在接下来的1个月，每天去一家餐厅吃打抛饭。也不能每天啊，大话了，每天有点大话了，反正就是至少吃30家吧，可能用1个半月或2个月，因为天天吃谁也受不了。去感受一下不同餐厅里做这个打抛饭啊，到底有什么差距？因为其实我在家门口这几家餐厅吃了之后，我就会感觉这差距非常大。因为我住的位置在廊蒙，这个位置在门口那个后门夜市那儿，大学后门夜市那儿有一家打抛饭，好像也是网红店，我去过1次，中国人非常多，就很多咱们同胞都去那儿吃。
我也去吃了，但是我觉得味道，不说人家不好吧，但是肯定有比它好的地儿。可能真的不值当您特意打车去。如果您住在附近呢，溜达过来也就吃了。您特意打车过来，好像没这个必要。所以我想就是来记录一下到底哪儿的打泡饭好吃，然后也去感受这中间的过程。当然，其实在这里边，我更希望您自己去亲自的去探索和感受，因为清迈真的非常适合探索和您自己的感受。好吧，那也是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就简单跟大家聊聊，也是刚才听了那个李诞老师的播客，突然间有的这想法。外边也要下雨了，都打雷了，刮风了，我也赶紧回家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祝您平安喜乐，恭喜发财。